Well, on the current trajectory of relations, I think some military conflict is probable. But I also think the current trajectory of relations must be altered. We are now at the top of the precipice. And one of the big problems is both sides need to step back from it simultaneously. They have not yet actually engaged in the sort of dialogue that I suggested. But I think they're moving towards it. And I leave my mind open in relation to the outcome. 刚刚庆祝了100岁的生日，我祝你健康长寿。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大德必寿”。100岁，100多次到中国来，这2个100啊，合成了你这一次啊，具有特殊意义的访问。在52年前，也是7月份，就在这里啊，这是钓鱼台和宾馆的5号楼，周恩来总理和你呢，在这里啊会见，开启了2国正常化的进程，具有深远的历史。当时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中国人呢，不忘老朋友，中美关系永远和基辛格这个名字啊是连在一起的。中国人民啊，将永远记住。我对你啊，表示高度敬意。Mr. President, it is a great privilege to be able to visit China, and it is extraordinarily courteous of you to arrange the meeting in Villa 5 of the State Guest House, where my first meeting with a Chinese leader took place. That the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would be central to the peace in the world and to the progress of our society. 会见后，习近平为基辛格博士举行了午宴。基于基辛格在中美关系史中的卓越的特殊地位，再加上其民间身份，所以中国给予了老朋友式的最高礼遇，特意给他补办了一桌中国的式的国礼级的100岁寿宴。桌子中间有用鲜花做成的立体中国画卷轴，还有大大的寿桃，里边还包着99颗小寿桃，一共100颗，寓意寿星的100岁。自从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以来，他为中美关系破冰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为增进2国相互了解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在中国人的印象中，他与50年前尼克松总统主政时期，中美建交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有深深的官方印记，也是中国的老朋友，所以算半官半民。My basic view of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s that it requires equilibrium, and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its culture and its special view of history wa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the system, for mutual purposes, in an attempt to limit the impact of conflicts. 尽管美国官方报道称，基辛格此次访华是以民间身份，不代表美国政府和军方，但是让媒体感到意外的是，第一个会见基辛格的是中国防长。因此外界猜测，
基辛格此次访华，要么担负着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军方的特殊使命，要么是他感受到了一场战争危机正在逼近中美两国。最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气候问题特使克里相继访华。美国还在谋求中美两国防长会晤，但由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窜台及美国坚持制裁中国防长，中国不得不中断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和沟通。由于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高科技战、芯片战，虽然拜登、布林肯等都说不与中国脱钩，不跟中国冷战，却提出去风险。实际上，所谓的去风险比冷战和脱钩更阴毒，给中国带来的危害更大。当前，美国在台海、南海不断挑衅中国主权和安全，造成中美两军关系持续紧张，擦枪走火并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导致这一结果的责任在美方而不在中方。正如中国防长在会晤基辛格时说的，美方一些人为同中方相向而行，致使中美关系徘徊在建交以来的低谷，两国相互依存的现实被漠视，合作共赢的历史被曲解，友好沟通的氛围被破坏。因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基辛格不顾100岁高龄和万里劳顿访问中国，并与中国防长会面。正如他曾就中美关系说过的，按照目前的关系发展轨迹，我认为是可能发生一些军事冲突的。两国正站在悬崖边上，双方都应该从对峙中后退一步。那么，他此行是否就是为说服中国对美妥协和退让？我们注意到，中国防长会见基辛格的新闻稿中，基辛格说的一段话中的4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是我此访是作为中国的朋友而来。第二个关键点是美中任何一方都承担不起把对方作为对手的代价。第三个关键点是，如果两国发生战争，不会给两国人民带来任何有意义的结果。第4个关键点是，两军应该加强沟通。最后这个关键点可能才是基辛格此行的目的。显然，基辛格与布林肯、耶伦、克里有着相同的目的，那就是敲开中国对美国军方关闭的大门，是带有某种国家使命来的。一段时间以来，拜登政府不顾后果地坚持在台湾问题上一再挑衅北京，导致中美之间的摩擦不断升级，这让世界越来越忧心。因此，如果美国想真心实意地改善中美关系，其对华政策需要基辛格式的外交智慧，需要尼克松式的政治勇气。如果美方真心希望台海稳定，就应该用行动明确公开反对台独，与台独分裂行径划清界限。